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知定讲堂。台湾的蓝白两党正与中共里应外合，肆无忌惮地削弱国防、破坏宪政，让台湾岌岌可危。还好，日本的高市首相此时横空出世，倡导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。继安倍首相之后，确定了台湾与日本唇亡齿寒的关系，给台湾国防提供了精神上的强力支援。高市首相去年10月21日刚刚当选首相，就于今年1月进行众院改选，为的是争取足够的席次支持，以推动强硬的国防政策，甚至修改日本宪法，完成国家的正常化。这是一场为了实现理想不计算权位的政治豪赌，结果大胜，让执政联盟取得2/3以上的绝对多数，扫除了未来施政的一切障碍。高市首相目标明确，立场鲜明，决策果断。他抱持首相可以不做，事情一定要做的精神，展现了不为中共威胁、当家赶闹事的勇气，可说魅力十足。因此获得了日本首相有史以来最高的支持率。我们可以预见，在他的领导之下，日本将再度恢复成为东亚的政治和军事强权，足以和中共国抗衡，有效遏阻中共国对台湾的侵略。这确实是台湾的一大福音。再说川普总统，在今年1月3日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之后，于2月28日再和以色列联手，斩首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，并且大肆摧毁伊朗军事设施，还一并歼灭了伊朗海军。美以联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毁灭性的重击伊朗，显然极度震撼了中共。2月28日，中共突然停止了军机扰台，其原因尚不明朗。可能原因之一是担心短期内石油供应紧俏，所以暂停扰台以节省油料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看到美军大显神威，惊吓之余对美国产生极度敬畏，所以停止扰台，以免擦枪走火，后果难以收拾。川普总统绝非守身如玉、忧柴未及型的政客，他坚持美国利益优先，无视旧习漏规、臣服理论，还敢公开斥骂敌对政客和媒体。很多人不能接受他的草莽气息，但川普恰似天降神兵，正好可以对付像中共和伊朗这种结合专制体制和神棍邪说的政权。多年来，伊朗一直是中东的乱源。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有黎巴嫩真主党、也门胡塞武装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、加沙的哈马斯、杰哈德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力量等等。而伊朗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中共。美以联军这次清剿了伊朗和他的爪牙，间接也修理了中共，证明中共多年来帮伊朗建立的雷达、反飞弹系统等等，面对美军的打击全无招架之力。即将来到的川习会应该是一个有趣的场景，一边是接连清除掉中共爪牙的常胜将军，一边是清除掉自己身边所有将领的光杆司令。说会议中川普可能牺牲台湾以取悦习近平，是痴人说梦吧。